听说过清风阁吗？没听过也没关系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曾是那里的主人，令天下闻风丧胆的暗门之主。途径下很厉害，对吧？可惜不是战死，是意外。一世英名，醉了赠若的冷箭，这死法太憋屈了。等等，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应该死得透透的吗？这张脸不是我，但又成这样，我这是借尸还魂了？这身体怎么弱成这样？比受了内伤还虚。等等，脑子里的记忆在涌上来。相府嫡女被退婚，被下毒，被推下水，连下人都能骑在头上拉屎。我重生就重生了个这。冷静，前世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区区一个相府宅斗能有多难？先摸清情况，再慢慢适应，计划变高吧。看来这些人不给他们的颜色看看，是不会让我安安静静躺着的。丫头还敢装死？行，宅斗是吧？能动手，绝不吵吵。死丫头还敢装死！刀锋版，这开局可真让人火大。天哪，嬷嬷怎么自己飞出去了？妹妹，我好害怕，我这副残躯连风都吹得倒呢。母亲，他是人是鬼？闭嘴，先走。这身体太弱了，才一脚就没力气。来都来了，那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连风都吹得倒，这小骗子真是可爱，得看紧点儿。有人在看。记。谁的善拽？有点意思。李半仙，那丫头自从落水后就邪门的很，定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了身。夫人放心，贫道行走江湖20年，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，只需一场驱邪法事，保管那邪祟魂飞魄散。那就请半仙速速开坛做法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夫人请了个道士来府上，说要给小姐驱邪。驱邪？好啊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邪祟退散，急急如律令。母亲，这是做什么？女儿好怕。好痛！有什么东西在我脑子里！哎呀！母亲，这个道士好可怕，他拿剑指着女儿，女儿好害怕，头好晕。这不是邪祟，这是大仙，是煞星！贫道法力为母，告辞了。相府那边有什么新鲜事？回王爷，王氏请了个江湖道者去府上驱邪，结果被大小姐吓得落荒而逃，法器都不要了。本王看中的人果然不一般。清风阁那边的旧档查得如何？属下查遍了所有卷宗，清风阁前阁主确实已于1年前身世，但他生前最后一战的细节与这位大小姐有几分相似。继续查，查清楚和清风阁请佛到底是什么关系。
诸位夫人说笑了，青瑶哪有什么才华，不过是略懂些琴棋书画罢了。姐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不去赏花吗？这边池塘里的荷花开得正好呢。姐姐，你说，要是你现在从这里掉下去，大家会不会觉得是你自己不小心？姐姐，不要推我！救命！姐姐推我下水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行吧，陪你玩玩。既然你这么想玩水，下次想玩，找个高明点的手段。这种落水戏码，我前世看过的比你吃的饭还多。妹妹，你醒醒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掉进水里？妹妹，都怪姐姐没有拉住你。你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姐姐可怎么活？下次再玩这种把戏，我不会只让你喝几口水。让诸位见笑了，都怪我没有看过好妹妹。若妹妹有什么闪失，都是我。大小姐宅心仁厚，奋不顾身救妹，这份情谊令老身感动。相爷有女如此，真是福气。在水下把人家姑娘按着编成灌水，上岸就哭得跟什么似的。这丫头的演技，搁戏班子里得挂头牌。题目就叫相府千金舍命救妹。本王要让全京城都知道，陆家小姐是个多么善良柔弱的好姐姐。小姐，您的簪子在池子里找到的。谢了，小桃。对了，你去打听一下，那个李半仙后来跑哪儿去了？是，小姐。赏花宴挺有意思的，就是水有点凉。老爷，摄政王殿下驾到，已经到府门口了。快，开中门迎接。不知王爷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王爷恕罪。见过王爷。相爷不必多礼。本王听闻昨日赏花宴上出了些意外，令爱受惊落水，特来探望。有劳王爷挂心，臣女并无大碍，只是池水有些凉，打了个喷嚏罢了。大小姐奋不顾身跳入池中救令妹，这份胆识实属难得。妹妹落水，做姐姐的怎能袖手旁观？本王在王府都能听到大小姐哭声响彻半条街。王爷过誉了，小女自幼体弱，倒是这次落水之后，性子似乎比从前开朗了些。哦，那小姐因祸得福了。王爷说笑了，臣女也就是这几日精神略死，大夫吹了点风，头又有些晕了。王爷若不嫌弃，老臣让人备些酒菜，请王爷留下用膳。长白山百年野山参，给大小姐补身子。臣女身子虽弱，倒还不至于连水池都对付不了。说到池子，昨日路过，看到大小姐从荷花池出来，身法干净利落。那王爷可曾看见是谁的扇坠落在臣女院子里了？本王丢的，第一晚就想送，只是那天风大手滑。王爷既然第一晚就在屋顶上，后面的事应该也都看到了。每一场都没落下。所以王爷是专门来取笑臣女的。本王是来告诉你，你做得很漂亮，那倒是本王也查过了，被你吓跑是活该。王爷还真是热心肠。本王已让人把赏花宴编成说书段子，过2天全京城茶楼都会讲相府千金舍命救妹。这是在帮我？不是帮你，本王只是喜欢看你演戏。以后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出了事本王兜底。王爷这话可不要后悔。摄政王怎么跟他走得这么近？母亲，他根本就是个怪物，不能硬碰硬了。过2日是太后寿辰，太后最讨厌不懂规矩的丫头，让太后亲自来收拾他。大小姐多保重身子，改日本王再来看你。臣女会好好调养的，定不辜负王爷送的山参。太后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王氏今日派人往慈宁宫送了帖子，说后日要带相府大小姐去给太后请安。盯紧慈宁宫，太后那杯茶不是谁都能喝的。启禀太后，今日寿宴各府诰宁夫人及女眷皆已到齐，相府陆大小姐也在其中。就是那个最近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陆家丫头。正是，王氏前日递了帖子，说这丫头不懂规矩，请太后多加教导。来人，赐座，赐最前排的座。最前排，
要么是台剧，要么是靶子。太后跟前，更给我看好戏的是后者。看来今天这杯茶不太好喝。夜里到，谢太后赐茶，臣女以茶代酒，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陆大小姐果然识大体，哀家听闻你才艺出众，今日寿宴不如为大家助兴一番。臣女才疏学浅，唯有略懂一些古琴，想让我在满殿宾客面前显动。可惜你们不知道，我前世最喜欢玩琴。臣女献丑了。陆大小姐琴艺确实了得，不过这高山流水太过平常，不能显出真正的才气。不如请陆大小姐弹一曲快调的《广陵散》，让我等开开眼界。刘姐姐，你怎么跌倒了？是臣女弹得太难听，吓着姐姐了吗？查清楚，那壶茶和那架琴到底怎么回击？琴弹得不错，尤其是断弦之后那段。王爷又在屋顶上看戏了。这次不在屋顶，在偏殿，不过看得更清楚。太后那杯茶你没喝，对吧？下东西的茶，做手脚的琴，太后娘娘真是给我准备了不少好东西。不过她应该不会就此罢休，这次没成功，下次只会更狠。不过今天也不算白去，有人一直在看着。太后那边查得如何？茶里的东西名为软金散，琴弦是事先用金沙磨过的，两件事都是太后身边上宫亲自安排的。很好，太后这么喜欢在茶里做文章，那就让她也尝尝被人换掉茶是什么滋味。启奏陛下，近日京中多家茶行遭人举报，以次充好，在茶叶中掺杂不明粉末，此事已引起民间恐慌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胆大妄为之人，给朕彻传氏涉事茶商一律封捕拿人。陛下圣明，臣以为此事或不止之于民间，宫中所用之茶亦当彻查来源。上宫姑姑，内务府新送来的茶具，说是今年御窑新烧的，给太后娘娘寿辰添置。放下吧，把旧的这套收走，今日就用新的给太后沏茶。这茶是谁沏的？太后娘娘息怒，这跟往日一样。内务府新送来的茶，查清楚这套茶具经了谁的手。王爷，慈宁宫那边已经闹起来了，太后砸了茶弹，下令彻查内务府。只是茶苦了一点，比起他给陆清歌准备的东西了。那个上宫，他亲手在陆清歌敲了琴弦。王请该为自己领罪吧。是。第一笔还清了。小姐听说了吗？太后宫里出了事，说是茶具被人动了手脚，太后气得把茶盏都砸了。茶具被人动了手脚，昨天她在我茶里放了东西，今天她的茶就苦得喝不下去，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给我出气。王爷下手还挺快。太后宫里出事，查来查去查到上宫头上，上宫是娘家的远房亲戚，万一他供出我们来，母亲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？我们只是递了个帖子，上宫不敢供出我们。他知道他家小儿子还在我手里安排着差事，但太后这条路暂时不能走了，那就这么放过那丫头。她昨日在寿宴上出尽了风头，现在京城都在传她琴艺无双。小姐，这家茶楼最近很火，说书人天天讲一个新段子，叫相府千金舍命救妹。他还真让人编了段子。话说那日赏花宴上，陆家大小姐见庶妹落水，二话不说纵身一跃，在水下把妹妹拖出水面，自己却险些溺水。陆大小姐，楼上雅间有位爷，请您上去坐坐。茶楼说书，太后茶盏，王爷今天的议程安排的挺满。太后年纪大了，喝太浓的茶对身体不好，本王这是关心长辈。怀里一套一套的。萧介林，一定是萧介林，整个京城敢在慈宁宫动手脚的只有他。既然你护着那个丫头，那哀家就更不能留她了。找宫外的人，既然宫里的人靠不住，那就用外面的人。他今天在茶楼说，太后那边的事儿只是开始，太后不会善罢甘休。他是宫中几十年的老人，手里还有我不知道的牌。不过他有一张牌，我有王爷，这局不算亏。太后这是要动真格的了，一个相府千金，至于吗？此人不是寻常千金，寿宴上当让这马店告你个面断弦进士，10万两银票。10万两，这价位配得上我亲自动手。3日之内，世上不会有陆清河这个人。小桃，别回头看，成衣铺门口那个戴斗笠的跟了我们半条街了。你现在去王府找门府报我的名字，就说我在后巷等他。来吧。跟了这么久，不累吗？
出来吧。10万两的人头果然长得很标致，别怕，我下手很快。10万两，谁出这个价？太后吗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，动手！10万两，谁出这个价？太后吗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，动手！10万两确实不少，但你这几个手下连给我当热身都不够。毒刃，看来你不是来比武的，是来杀人的。这才有意思，杀一个会功夫的，比杀一个废物更有趣。回去告诉太后，下次想要我的命，派更贵一点的来。10万两不够。他刚才说得很清楚，让你回去传话，没事吧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愁没人帮我善后。毒蝎标记，这不是京城本地的杀手。太后给了你10万两，本王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把太后怎么联系你的事原本诊说出来。是慈宁宫的黑衣工人，3天前在暗巷接头，10万两，先付了3万定钱。留你一条命，回去告诉太后身边那个人，下次接头这条巷子，本王会让人守着。扇子破了就换一把，这个扇坠我给你留着。你一直带着它？随便带的，别多想。正好，我的给你，2颗凑一对，以后见面不用暗号。那3个杀手已经连夜出城，属下按您的吩咐没有拦截，让他们回去报信。太后知道任务失败会有下一步，是否要在慈宁宫加派人手？不必，他下一步不会在宫里动手，借一个路径外面的出面的局。朝中有人提议命相府女眷在接风宴上行献茶礼，这道折子是太后的人唱的。北朔使臣贺连峰代我大汗向大梁皇帝致意，愿两国罢兵言和，永为兄弟之邦。使臣远道而来，朕已命人备宴，请入席。哀家听闻陆家大小姐茶艺出众，今日北朔使臣远道而来，不如就让他来为诸位使臣奉茶。又是茶，这宫里的人就没有别的花样了吗？茶是好茶，不过大梁号称礼仪之邦，却让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给外臣奉茶，这是看不起我北朔，还是大梁没有懂规矩的人了？在我们大梁，能亲手为贵客可哈是主人家最大的诚意。但今日代天子奉茶，使臣是觉得天子不够格吗？大小姐伶牙俐齿，是本使失言了。不过大梁若真有诚意，何不让大小姐也尝尝我们的北朔奶茶？本朔特别带了草原上的奶砖和茶饼，大小姐请尝尝，这可是我们草原上最尊贵的待客之道。谢使臣款待。不过臣女有一事请教，使臣这把匕首上的楔纹，臣女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前几日在京城后巷，有3名刺客试图刺杀臣女，他们用的兵器上也刻着这样的先替使臣收着，待大理寺查清刺客与这标记的关系，再决定是否归还。王爷既然有公务在身，本使不便干涉。不过此事定是误会，北朔与刺客绝无瓜葛。是不是误会？查了便知。使臣放心，大梁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副使袖子里有一封密函，刚才出刀时漏了半角。王爷，密函中查到北朔与京中数城官员的往来信件副本，涉及的官员名单已整理，呈上来。太后的那只女婿，难怪急着议和。边关粮草被克扣的使臣那天李靖，在这之前，本王要你把这份名单上所有人的罪证都收齐。今天那匕首上的标记和楔刺的一模一样，看来太后找的人跟北朔使团也有牵连。王爷应该已经开始查了，他的动作从来不会慢。敌国细作，太后内职边关粮草，这局棋越来越大了。大小姐，王爷在街尾茶摊等您。穿成这样也挡不住你那把扇子。你的木赞里掩住你那双眼，说正是那边北朔副使正在跟太后的人接头交接。你的人跟上了吗？两边都跟了。那封密信的内容，今晚会抄一份送到你桌上。你这么帮我，不只是因为觉得我有趣吧？一开始是，但现在有人敢动你，我就动他全家，不管对方是江湖杀手、北朔使臣，还是太后。那我也不客气了。以后有人敢动你的江山，我替你守着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兵部郎中赵床克扣边关粮草，私通北朔，证据确凿，克扣军粮3成，虚报粮草损耗，收付北朔贿赂，共计白银8万两。赵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饶命！臣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你克扣的粮草让边关将士3个月没吃饱饭，
你私通北朔的信件，本王已从北朔副使手中截获。这封信是你答应你的司印，有别你在义和使臣的画押，将边关3城防务图交给他们的承诺。来人，带去赵崇顶戴花翎，押入天牢，兵部一应账目，交由摄政王全权核查。萧麒麟，你动到哀家头上来了！哀家在后宫几十年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一个摄政王，一个相府丫头，哀家就不信斗不过你们！听说你从早朝下来就没吃东西，这些账目被做了手脚，查起来比预想的麻烦。先吃东西，查账的事我来帮你。前世我管过清风阁的账目，清风阁的账目和兵部的应该差不多，都是用假账盖真账。找到了，这页账面数字和前页的库存完全对不上，中间差了整整3万石粮草。3万石，正好是边关2个月的军粮。不止这批粮草根本就军粮收入，时间和数目与北朔军汇聚。这一笔足够定赵崇的罪，也足够把兵部整条线连根拔起。奉摄政王令，北朔使团现今夜离京，驱逐文书属已下达边ခွ。这账北朔记下了。使团自队长，你来了。使团走了，赵崇下了天牢，北朔使团内非议主求来往。赵崇只是虾米，兵部那条线背后才是真正的大鱼。太后，但他在朝中经营几十年，不会就此罢休。下一步，他会把矛头直接对准你。让他来。前世我面对过比这更大的阵仗，现在多了一个你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前世是一个人，这一世你不是。2颗玉珠都在你这儿了。娘娘，赵崇离天牢在天中什么也没说，摄政往来无从翻案。哀家知道，赵崇这颗棋已经废了，但他不是哀家最后一张牌。北朔使团被驱逐，正好他们在路上出事，在边境上动手。有到2个都在我这儿。人走了还送花，这是什么习惯？秋猎3天，太后在边境截杀北朔使团的事刚失败，她一定会在猎场上动手。属下已将安卫全部部署校尉，每个安哨点都有双人轮值。不够，再加4个。是，大小姐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不会比谢次级别低。小姐，您真的要去秋猎？往年您都称病不去的。今年不一样，有人会在猎场上等我，一颗带着，一颗留着，万一弄丢1颗，还有1颗。不是说相府大小姐体弱多病吗？这骑术看起来比咱们都强。太后的人应该会在围猎最混乱的时候动手，到时候你留在我视线之内。你视线之内，是你留在我视线之内才的。太后派你们来，有没有告诉你们，上次她派的人是什么下场？摄政王、陆大小姐，你们今日猎获如何？回陛下，猎了几只不长眼的兔子，肉太柴，不值得呈上。王爷，营地外围发现可疑人影，人数约30，正在向营地合围。陛下，臣去巡查一圈营地房屋。是30个，至少比白天的刺客多了1倍。而且这次来的不是普通杀手，是太后养了20年的隐卫。隐卫什么来头？先帝驾崩后，其中1支被太后手段，他们只听令牌行事，不问对错。蝎子和他们比起来，用这个给他们看，他们只认令不认狗。拿好。剑上有东西，别被擦到。不用你说，我在清风阁对付过比这更毒的。你左我右，把他们引到林子里，别让弩箭射进营地。营子里还有我爹和其他人。好。4个追1个，太后还挺看得起我。王爷，束手就擒吧！你带出来的暗卫已经被我们牵制住了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。1个人就够了。你
你那边几个？5个，你呢？4个，比你少1个。你来还是我来？一起吧，省时间。收。不碍事，没破皮。你的帕子怎么是我衣服的颜色？碰巧，别多想。还你，这个太贵重，你自己收好。今晚这仗打完，太后手里还有多少牌？影卫是他最后一张王牌，今夜折损殆尽，他现在只剩1个人，他自己。那你打算怎么动他？回京之后，我会在朝堂上把赵崇的罪证和太守买隐士的令牌一并呈上，帮我稳住相府。你爹是朝中让文官集团保持中一件事。碰巧月白色帕子刚好和我今晚衣服同色，摄政王府的绣纹刚好是竹叶，我的名字里有个歌字，他却绣了一片竹林，真拿你没办法。王爷，影卫残部已全部收押，今晚共俘获28人，营地内无人伤亡。王爷，您怎么知道太后会让他的人在今夜动手？因为今夜是他在猎场上最后的，一旦回京城，一旦有他见证，他太急了，他太急就会犯错。囚猎族刺客已将全数抄回，摄政王有何本奏？臣有3本。第1本，编部郎中赵崇克扣边关粮草，私通北朔，经审讯，皆为先帝遗留白银8位残部，他们听命却走，已在御镇为令牌。第3本，与北朔使臣一结暗中往来之人，赵崇背后的真正主使是太后娘娘。摄政王，除了太后请许，您可知你在说什么？3份共计28人的画押供词，太后不仅勾结印证。陛下，臣请求召太后娘娘当庭对质。太后娘娘，陛下传旨，请娘娘即刻前往太和殿，与摄政王当庭对质。娘娘，他有什么资格与哀家对质？摄政王呈上了影卫的供词、北朔副使的亲笔信，还有赵崇大人的供述，陛下已经看了。备教，哀家去会会他。太后，不资朝廷的密信，这些供词，你可有话说？至于可以伪造，何来构供己之说？哀家本后团结就办得除意。相府嫡女陆清歌奉旨携人证供词入殿。陛下，这是北朔副使虚不言被驱逐出境前留下的亲笔供词。他在供词此行名为议和，实为与后女婿太同上议边关3城防务图交易。一个未出阁的小丫头，能够插言？臣女今日站在这里，被影卫刺杀的目标之一的身份。太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实无行，没有哀家，就没有你的今天。白如仙在战殿厅和曾敌叛国，罪无可赦。来人！到底是什么一个人？先帝父在案，他的人还没出边境，就被臣栽的儿子。好手段！臣女只是相府嫡女，不过比太后想象中更难杀一点。结束了，太后软禁，赵崇下狱，就离这北朔里的鱼台了。不是我自己拆的，有人帮我递了锤子。彼此，你也帮我挡了不少箭。太后的事结束了，以后应该不会再有人往我茶里放东西，往我琴上做手脚了。不过没了太后，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太无聊？这么晚了，王爷有事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今晚月色不错，想问问你，要不要去屋顶看月亮？第一次见你，你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。你当时在院子里演，连风都吹得到。我看完了整场戏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小骗子。现在呢？还觉得我是骗子吗？不是骗子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。太后的事结束了，以后你打算做什么？兵部要重整，边关粮草要补齐，还有北朔这次议和是假，探实实是真，他们不会就此罢休。所以你接下来要忙边关的事？不只是边关，太后虽然被软禁，但她在朝中几十年，根系不是一天能拔干净的。这扇子你补过了？那日挡了毒刃，扇面破了个洞，让人用同色丝线补的，补得不好，但还能用。扇子破了就换一把，你是摄政王，又不是没钱。换了这些了，这个扇子上就没有这个字的孔，有替你挡箭时刻的印，还有你刚才手指碰过的地方。青哥，好久不见。我听闻你近日在京城名声大噪，连太后寿宴上都出尽风头。我当初退婚是鬼迷心窍，你能否……顾公子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当初退婚的时候你说宁娶庶女，不娶废物。那是我年少无知，被小人蒙蔽。青哥，你大人大量。顾公子，当日你退婚之后，我在荷花池里差点淹死，那时你在哪儿？我在继母手里挨打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顾公子，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跪着求你回心转意的陆青哥了。以后在路上遇到，麻烦你绕道走。
你不怕我回去告诉我爹顾家与相府的交情？晚了的话，我京城百姓茶余动作不聊的，就不是相府千金舍命救妹，而是顾公子当街求复合了。那个人就是顾长京。是顾家三公子当初退了大小姐的婚。最近的生意是不是有几桩在边关？是顾家商队在边关有3处货站。边关最近不太平，让人给顾家递个消息，建议他们把货站迁到南边去，越快越好。顾长明居然还有脸回来，看来京城最近的新闻他是一件都没听说。他当时在茶楼上吧，看完了整场戏，也不下来打个招呼。不过也好，这种事我自己处理就行了，让他下来。顾长明今天就不是走着出那条街了。突然要前往南方了。你今天走正门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以后都走正门，屋顶上风大。我来跟你说一件事，北朔在边境增兵，我后日就要出征。去多久？快则2月，慢则半年。我走之后，京城的事都安排好了，暗卫留一半给你。这个你带着，2颗玉珠凑一对，你1颗，我不要暗卫。等你回来，我要你平安刻来，再凑回来。摄政王，朕等你凯旋。臣必不辱逆。陛下在京中，住！北朔犯我边关，杀我将士，掠我百姓，进退敌，誓不补还朝。不退敌，誓不还朝。小姐，王爷走了，您不去城门口送送吗？不去，昨晚在后花园已经送过了。再说，我要是去城门口送，他骑马走的时候会回头看。将军出征，不能回头。爹，王爷带走了京城1半戍军，剩下1半布防如何？剩下1半分守9门，每守持玄关前锋偏入关内营，直扑京城。兵力2千负责。这点兵力撑不过3天。边关有王爷挡着，北朔如何能潜入关内？秦哥，北门守军800，换防在卯时和酉时。西门城墙有一段是去年新修的，夯土未干就被赶工完工。如果我是北朔先锋，我不会走，会走这里，避开边关防线，穿过这片山谷，直接出现在京城北门外。你守边关，京城这一摊交给我。大小姐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来城楼？来看看北门今夜当值多少人？回大小姐当守军300，城墙巡逻每更50人，其余在营房待命。增加1倍，城墙巡逻每更100人。另外派一队智袭出城，往北30里，沿着商队走的那条山谷去探。京城守军一半已随萧谢林里北上，北门守军不过800，3日后子时，我们从此城墙北段。城楼上好像增加了守军，巡逻人数比昨日多了1倍。萧谢林已经走了，谁会一城防？再探，查清楚是谁在调兵。找到了，山谷里有北朔先锋，人数约200，传令下去，北门守军全部进入战备状态，但不要点烽火，不要擂鼓，让他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到。不用问，按我说的去做。另外派人800里加急给王爷送信，告诉他京城这边我替他守着。你说让我稳住相府，我现在连你的王府也一起稳住了。等你回来，可得好好谢我。北门山谷发现北朔先锋，约200人，京城防卫已部署妥当，你在边关安心打仗，这里有我，勿念。王爷，京城800里加急，陆大小姐亲笔信。京城防务已部署妥当，这里有我，他一个人在守京城。传令，明日拂晓全线进攻，本王要速战速决，早日回京。你的信应该已经到了，我这边也该收网了。今夜子时，按计划行事。城墙西北段是新修的夯土，记住从那里攀上去。进入城之后，先夺北门粮仓，再火起城自乱。大小姐，他们攀上来了，人数比探报的多，至少200。第2箭，不退的话，下一箭射的是云梯最下面一级。不要怕，他就一个人，所有人抓钩上场，谁能第一个搬上垛口，赏黄金100两。大小姐，太多了，要不要点燃烽火求援？不用，今晚的风向会北风，务就是点火。点火，你带50人加重城墙西北段，不用跟着他们拼命，把他们推下去就行。这些人我们自己解决。那不是人，那绝对不是人！大梁京城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守着？将军，我们城了全毁了，士兵们不敢再攀墙，撤吧！撤回山谷，派人传信给大汗，大梁京城有高手坐镇。大小姐，为何不追？
他们只剩不到100人，山谷里没有补给。3日我们的任务是守住京城，不是全歼追出去。万一山谷里还有伏兵，城里就没人守了。传令下去，加固西北段城墙，今晚的缺口天亮前必须补上。京城守住你那边，应该也开始了吧？雷硕主帅何在？回王爷，主帅已从后营逃遁，留下帅爷和魏少完的军报。趁虚攻取京城，传令全军放弃休整，即刻向京城方向搜索前进。任何试图南下的北硕残度，就地歼灭。王爷，京城陆大小姐急报。京城已经守住了，传令全军改道向北，截断北硕残部退路，一个也不许放回草原。王爷，前方30里便是京城北门。探马回报，京城未损罪分毫，北门城楼上有守军列阵迎接。大小姐，探马回报，王爷距城还有10里。让人把城门全部打开，中门、东偏门、西偏门都打开，他带回来的人不会少。抓钩擦的，不碍事，已经上了药。信我收到了，京城守得很好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好。你那边呢？军报说你破了北硕大营，自己挂了彩没有？差2寸。你手下那些亲兵是干什么吃的？箭不是我挡不掉，是我没挡。那一箭射来时，我正在看你的信。下次看信的时候先挡箭，信又不会跑。好，下次先挡箭，再看信。一颗在边关等了斗，一颗在京城守了城，都还活着。对了，我在北硕大营里找到一份旧档，上面提到清风阁1年前被围剿的那一战，但射箭的人是太后爱我安插在清风阁里头射的。太后安排的内应是谁？档案里只写了代号，但那个人在你死后就从清风亭消失了。我让暗卫顺着这条线查下去，在太后被软禁的当天逃离了京城。他往哪儿去了？北硕，暗卫已沿路跟上。我回来就是想告诉你，这件事还没结束。等查清那个人的下落，我陪你去。去做什么？清风阁主的仇，清风阁主自己报，我只负责帮你清场。摄政王殿下，你这些话锋利，可都是你自己说的。本王从不收回说出口的话。王，华元一说君专日不负责阁主进报，太后被长行其他连夜出城，火焰以后又境内追。火药见人他逃到北硕哪里，都给我带回来。北硕新汉今日早朝后，打算在京城举办场议和大典。阿史那杀虎逃回去为了。前世那根冷箭的债，原来还有一笔利息没收，损！原来是你。北硕新汉前使团携礼单抵京，愿与大梁缔结5年互不侵犯之约。使团已于昨日入住四方馆，正使为北硕左贤王。准，今晚在保和殿设接风宴，文武4品以上及家属出席。摄政王，宴席由你主持。小姐，听说北硕使团这次来了100多人，带了好多礼物。那个左贤王还点名说要见您，上次接风宴上您给他泡过茶。泡过1次茶他就左贤王，看来上次走的时候说这笔账北硕记下了。今晚这顿饭恐怕不是吃饭那么简单。原来你在这里，损！大梁皇帝陛下，北硕愿与大梁结为兄弟之邦。本使此次携2马1000匹、裘皮1抛为礼，以表诚意，请陛下满饮此杯。陆大小姐，数月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昔。上次在接风宴上，本使失礼了，今日特来赔罪。左贤王，不知道小姐可否赏脸，与本使对饮一杯？左贤王，陆大小姐不胜酒力，这杯酒本王代饮。那个人，你认识？前世在我身后跟了5年的人，他就是太后安插在清风阁里的内应。他刚才没认出你，你的脸和前世不完全一样。他只见过我前世的脸，这张脸他不会往那个方。你想怎么办？在京城动他会打草惊蛇，北硕使团有外交。不用在京城动他，等议和结束，他跟赫连峰回北硕的路上。这是暗卫今天查到的东西，5天，你有5天时间准备。5天够了，够我给他准备一份久别重逢的见面礼。他连身份都换了。从清风阁护卫到北硕边军百夫长，这些年他没少换东家。使团会在5日后离京，护送找边航线，交出基于养出集团东满歇营，驿馆在城外，周围是荒山，不带正东线。冀州驿馆，5天后，
我一个人去。一个人去可以，但带一样东西。这是案子，我让暗卫改造，那弩兵都去筑基里圣宫，我在京城。你呢？何连峰这次带了100多人，其中有多少太后旧党？这颗你留着。上次出征你带了1颗，这次我出门你留1颗，扯平。帕子还留着，是愧疚，还是怕忘了自己的过去？你是谁？5年不见，不认得我了？损！不可能，阁主已经死了，我亲眼看到那支箭射穿，你这张脸不是他。但这个还记得吗？你在我周身这5年里稳了5年，你没见过1000次，也见过800次。哦，你是阁主，你是来报仇我方的。我之前隔了秋台告诉他你那天晚上的行踪，只是告诉行踪。那箭头上的毒呢？他曾弄到清风阁特制的冷箭。射箭的人不是我，是太后安排在北上的弩手。冷箭你给行踪你卖。这条帕子是清风阁的旧物，你不配留着。你放心，我不杀你。你的命留给暗卫带回京城，你欠清风阁的供词，在大理寺慢慢写。他说的那个北朔弩手还得继续查，不过今晚旧债清了第1笔。王爷，冀州急报，大小姐已于今夜在后山截住目标，目标被生擒，未放想见。一个人生擒，连想见都没用，他比我想的还要利索。京城这边的收网如何？回王爷，北朔使团入切冲已查明的3名太后旧党，共全部监控到位，只等王爷下令。收网7个人同时拿，不要惊动贺连峰。他这次是来签议和文书的，使团里混了太后旧部这件事，是属下安排妥当，今夜子时动手。你那边了断了旧债，我这边也该清账了。等两边都清了，我去接你回京。人交给你们了，告诉王爷，事情办完了。清风阁没了，太后倒了，笋被抓了，剩下的债，北烧那个弩手不着急，这笔账可以慢慢算。他说事情办完来接我，结果是我先回去接他。算了，谁接谁都一样。大小姐，您可算回来了。王爷昨日就让人在城门口等着了，说您今日必到。他倒是会算。回大小姐，王爷在城楼上等了快1个时辰了。冀州的桂花比京城的香。安卫连纸条都给你看了，那可是我写给你的，不是写给他们看的。安伟看完就飞鸽传回京城了，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看到了。没放响点晕了，交给安卫押回京城。没用想电，一个人升级，比我预计的还快了1天。你也不是他火，是一个叫鬼剑的北朔弩手，我怕没面前的北朔的。现在回草原，对面签完新汉，打分5个议和之后，神弩营，他欠过刺客。我让安慰他的50，弩击力道是悬赏弩的3倍，陛下以何运转？这部分阡陌，当阿史那沙虎的护卫。北朔大汗后日离京，一条是清风阁的旧物，一条是他送的，2条帕子，一条也不能丢。前世冷剑的债还剩最后1笔，等议和结束，鬼剑回到草原，我就不用再等了。冀州带回来的？不是，是刚才有人放在我窗台上的，和上次那只一样，放在我窗台上。那应该是安卫放的，本王只是让他们定期在王府花园折桂花，至于折了之后放哪儿，不是本王吩咐的。安卫什么时候学会揣摩上意了？明天议和文书签完，等回是不是就太平了？北朔只来这一次，不会再积极刀兵。屯田，那是长策，以后边关再不见社子李种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打算向陛下告1个月假。告假？做什么？1个月够去很远的地方了。不是去很远，是去一个地方你前世最熟，但我从来没去过。清风阁。我想去看看你前世住过的地方，顺便看看那个山崖。大梁皇帝与北朔大汗顺应天意，愿结兄弟之邦。自即日起，双方罢兵言和，互不侵犯，期限5年。愿大梁与北朔5年之内不见刀兵。左贤王，请将此匣亲交大汗。本使定不辱命，也请摄政王转征，永无战事。
请。摄政王，本使明日就启程回草原了。这杯酒敬你，你我们在战场过最难的对手。左贤王过誉，你我各为其主。王爷，有一件事跟接近之后，在京城把他的酒铺干净了，连我们在入城那天安插人们的从头是怎么做到的？陆大小姐，你的手和我以前见过的一个人很像。哦，是什么人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既然已经死了，那壮士大概是认错人了。他跟你说话了？说了，他说我的手和他见过的一个人很像，他认出来了。认出却不动手，说明他接到的命令只是护卫使团。不，他明天就离京。我已经让暗卫在沿途布控，他回到草原之后的每一个动向都会有飞鸽书回来。等你想他的时候，出发，回草原。目标已厘清，沿途暗哨已就位。鬼剑已出去用关，暗行道有过。他的弩机射程是多少？暗卫从他在四房馆房间中测过弩机价位，300步。我不会的就是死在那个距离上。下次去我陪你，2个人的距离比300步近得多。议和签了，你说要陪我去清风阁，京城真的太平了。萧纯去了，北朔又引贵贱去关在大理寺，列的仇人名单在回草原的路上录。不急，先去了再说。明日出发，轻装简从，就带2匹马，沿途安卫不会跟，你说了算。从这里到清风阁，快马4天，沿途经过3座城、2道山、1条河。你前世走过这条路多少次？不下100次，不过每次都是一个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一起走。那就走路你熟，你领路。过了这条河，再走1天山路就到了。你上次走这条路是什么时候？ 1年03个月前，出事那天，我骑马出山，笋跟在我身后。那时候这次不一样，这次你身后的人是我。这3个字是我亲手写的。那年我13岁，刚当上阁主，用发簪在木板上刻了1页。13岁就当阁主，我13岁的时候还在先帝书房里抄《论语》。这里以前摆着一张长桌，桌上铺着边关鱼图，每次有军情，各堂堂主就围在这张桌前吵，吵到最后，所有人都看我的方向，等阁主拍板。这道刀痕是我劈的，那天新出了一把刀，拿石柱试刀，被长老罚抽了3天阁规。你小时候这么不省心？省心了就当不上阁主了。这根断簪是我第1根发簪，13岁那年练功时摔断的。平安扣是我师父给的，师父说阁主的命太硬，得有个东西镇着，结果都没镇住。师父走了，簪子断了，清风阁也没了。簪子断了，但你还在了。但你今天回来了，回来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主机架在这里，3个脚架孔，间距均匀。鬼剑当时是趴着射的，趴在这个位置，从瞄转镜里能看到正殿前整片空地。就是这个，那天他射了2箭，第1箭被我用发簪隔开，第2箭在我转身的瞬间钉入后心。1年了，我回来了。物归原主，这支箭的债，将来你亲手掏。以前每到这个时辰，山门外会点灯，阁中弟子练功收队，伙房开饭，整座山都是人声。现在只有我们2个。不冷清，以前人多是因为大家都需要清风阁，现在清风阁没了，我也不是以前的阁主了，但坐在我旁边的人这番话每年都来一次，你每年说一遍，比以前所有人都重。 2颗珠子都在这儿，陪我守过京城，陪我来过清风阁，以后不管去哪儿都不会只带1颗了。等我们从这里，你的仇人没回去，名单清零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打算跟你商量名单清零之后的事，不过今晚不急，今晚先看星星。前面是青石镇，今晚可以在镇上过夜，明天再走1天就能到京城。青石镇，我听说过，每年入秋有庙会。你想去逛庙会？堂堂摄政王逛庙会？现在不是摄政王，斗笠一戴，谁认得出来？这山楂比京城酸。庙会的糖葫芦酸才是正宗，甜的是哄小孩的。以前我只在远处看过庙会，每次路过青石镇都是赶路，从来没停下来逛过。以后每个庙会都可以停下来逛。你这话像是在列以后的计划。是在列，清风楼要重建，庙会要逛，北朔那个弩手要清算，等这些都做完，还有下一个计划。王爷，大小姐，1个时辰前暗卫飞鸽传书，说是关于北朔的急报。神弩营统领，听起来比大汗护卫的官职更大。官位制约固定，以后要找不用去藏庭神弩营就行。那就让他先把神弩营整顿好，等我们去收债的时候他跑。神弩营在王庭西北角独立营区，离大汗京兆1里地。正好，远离京兆，动手时不会惊动太多人。不急，他刚到王庭，惊到4空盘的300人训了，让他死在自己训练的300人面前。时间你定，暗卫已从北朔王庭飞鸽传信回来，鬼剑每天的行程都有想去，
随时可以出发。断的簪子，碎的平安扣，2颗玉珠，2条帕子，前世的东西和今生的东西全在一个盒子里了。太后倒了，舜在大理寺，鬼剑在草原。等最后一个名字也划掉，这个盒子就可以封起来，不用再打开了。傍晚收到的最新飞鸽传递，鬼剑已是正式出任神农统领。夏凯上抽差计后，他预感的没错。我让暗卫继续盯着，他哪天出王庭，哪天去打猎，哪天巡视兵房，全部记录。我们觉得时机到了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们动身，一起去。没损。你说他当年被派北朔潜伏数年没有音讯，他在北县如果潜伏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现在突然现身？也许是因为鬼剑扩编神弩营，他从王内回太后了，是吗？不管他是为什么，他提供的一个情报很清楚，北朔神弩营派了刺客进京，目标是这3个人，现在可能已经建立盐场。那就让他们来。陛下，北境急报，北朔神弩营扩编至300人后频繁南下，在距边境30里处扎营练兵，虽未越过边境，但已是今年第3次。第3次，议和文书才签了不到半年，北朔就这么迫不及待。第2件事，北朔神弩营统领鬼向边境派出了一支弩手队，携带特制长巨弩。陛下，但弩箭落点已深入我境3里。舍生王以为如何？其1，在边境增设3处烽火台，任何北朔弩队越过边境线，即刻点燃烽火。其2，开春后臣亲自北上巡视边防。果真再是他狠事，那就让他们来。北剑却要派来的3个人，不管他为什么，北朔出神弩营再派来刺客，一个也回不去。小姐，这张喜鹊灯没的好看，贴您窗户上肯定好看。买2张，一张贴我窗户，一张送到圣正王府，给王爷书房。除夕补习午夜，你的相作安卫须先动手，走前面，我带安卫封后面。年宴我的告去，年宴3席15宴，后巷这一段都解宣着罪所有人处，他们一定会选后巷。 3个人，一个也别想回去。前世你钉在我身上，今世我用你当证据。等鬼剑见到这枚箭头，他就知道该还债了。明天除夕，在年宴上没法跟你并肩坐，但散席后我会走那条路，你在后巷等我。今岁边疆无事，百姓安居，朕与诸位共迎新春。别躲了，选了这条巷子就出来吧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，我们自己来的。看相府大小姐不顺眼。这标记是鬼剑教的吧？下次嘴硬之前，先把袖口的银胶拆掉。说是鬼剑统领派的，3人入京刺杀陆大小姐，但我们身上还有另一道命令。什么命令？不是鬼剑的，不是鬼剑让梅隼替他写的，给北朔大汗的密函副本。鬼剑之上长不是为了在3个月后发动兵变，推翻阿史那沙虎，他需要北朔内乱，因为他想借机逃往西域。鬼剑要兵变。 他扩编神弩营不是为了北朔大汗，是为了自己。他在北朔王庭待不下去，想逃往西域。怪不得这一切后继他有坛子，他不是想攒够钱和人手，有朝一日脱离所有人的控制。梅隼副主说他决定提前，下月中旬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月。2个月够了。他要在狼山山谷接头，那就让你不是在京城等他派刺客来，我们去找他。狼山在北朔王庭西南，距边境约400里。最快的路线是出居庸关后不沿官道，直接翻越边境山脉。翻山我可以，前世在清风阁时，每个月都要翻2遍那条山脉。 先去清风阁取那坛埋下的酒，然后翻山到草原，正好你带路翻山，我带安卫跟在后面。安卫跟到边境为止。草原上人太多，会惊动北朔巡逻骑兵。我给梅隼回一封信，他在北朔王庭潜伏多年，冒着暴露的风险传情报，不能让他等不到回音。是谢。鬼剑欠我的不是毒，是那支箭本身，毒只是让他占了便宜。这次公平对决，他的弩对我不再有效。正月15之前出发，过完元宵，我就跟爹说去城外庄子上住几天，他不会提前安排好了。 正12号启程，出居庸关。上次冀州，这次狼山。上次冀州你一个人去，没用响箭；这次狼山我也去，不用响箭，用扇子。扇子比响箭快。最后一次打开这个匣子，下次打开是在狼山，当着鬼剑的面。姑娘，王爷让人送了东西来。王爷。 梅全国确认，梅隼启程前狼山山谷，届时他只带2名护卫。梅隼动手了。鬼剑到狼山的时候，自檀东界没有寒冬。明日出发，一切也没就绪。明日出发，先去清风楼取那坛酒，然后翻山入草原。这一次不用响箭，用扇子。王爷、大小姐，一路平安，
上次出这个城门是在冀州劫损，再上次是你出征北朔，这次也出这个往北，不过这次是最后一次往北了，以后出门可以往南。上次走的时候埋的，说等重建清风阁时开，今天先取出来。重建可以等，上路不能没有酒。一坛酒陪你从前世走到今生，等鬼剑的事结束，找个地方开了这坛酒。王爷、大小姐，鬼剑已于昨日从王庭山谷至青山，预计后日他只到来接待2名护卫，未待你。后日我们有2天时间，从这里到狼山，起码1天半。明天日落前赶到，休息一晚，后日在他接头的地方等他。清风阁的酒埋的时候说重建时开，现在开提前了一点。不提前，喝完这坛酒，后日交去狼山、狼清阁就可以重建了。他说阁主主的命太硬，得喝最烈的酒才镇得住。那时候我13岁，他逼我喝了1整晚，我醉了3天。后天这个时候，鬼剑的债就还完了，还完之后名单清零。名单清零之后有什么想做的？想做的事很多，每年庙会都去逛，去江南看看。前世一直往北走，从没往南去过。1个月还有什么来着？够去江南了。江南的春天比京城早，2月出发，正好赶上桃花。谷口是鬼剑接头的地点，他明天会带2个护卫进去。我们今晚不进谷，在谷外过夜，明早先进去等。接头地点在谷中。梅隼说在谷中那棵枯胡杨下，谷里只有1棵胡杨，很好找。那就在枯胡杨下等。你前世等了他1年，这次让他等你。明天这个时候，这枚箭头会还给鬼剑，然后开最后那坛酒，不是清风阁那坛，那个已经开了，是冀州驿馆后山埋的那坛桂花酒。冀州桂花酒的。劫损那天走之前，在驿馆后山折桂花时顺手埋的，想着将来如果事情都办完了，再来挖出来。暗卫已封住谷口2端，他的2个护卫进不来，你只管对付鬼剑，护卫我来处理。好，让他在枯树下见我。这棵树的位置正好从谷口进来，第一眼就能看到。鬼剑，你比预计晚了1刻钟，山路不好走。陆清哥，相府嫡女，数月前在京城保和殿，我就该认出你。你该认出的不是我的脸，是这个，我在清风阁对面山崖上找到的，你当年趴过的位置，1年丁米半埋着。箭头上的毒什么时候换的？你身边有个叫梅隼的人，他以前是我的暗桩，你让他替你写密函的时候，他顺便把你这3个月退的所有箭头全换了。弩废了，但我不只靠弩，在神弩营训练之前，我是北朔边军百夫长，打了20年仗。百夫长，那正好便宜，我不发簪对你晚到。刀下从不留活口。结束了，你没有寒毒，没有瞄准箭，这一仗公平。公平，我认。前世你定在我身上，今世我用你当证据。等鬼剑见到这枚箭头，他就知道该还债了。明天除夕，在年宴上没法跟你并肩坐，但散席后我会走那条路，你在后巷等我。名单清零了，太后赵重隼、鬼剑，所有名字都划掉了。辛苦了，1年零3个月，从前世到今世。不辛苦，挺值的。要不是那支箭，我也不会重生。不重生的话，这话我先收着，等开了冀州那坛桂花酒，你再重新说一遍。冀州桂花酒，当时说将来如果事情都办完了再挖出来。风阁可以重建了，庙会可以没有叠高逛了，江南可以去了。还有一个事，你上次说名单清零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多久？我想了很久。你把珠子解下来是什么意思？意思以后不用你一颗我一颗了，2颗都归你，你愿意挂几颗在腰上就挂几颗，我人在你旁边就行。这话是打算跟我过一辈子？不是打算，是已经决定了。从你第一次在院子里眼连风都吹得倒的时候就决定了。阁主，属下来迟了。这不是我的帕子，是隼从清风阁带走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清风阁还在的人只有你和他了。属下在北朔千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封丹阁主在属下就跟到。北朔你回不去了，大梁你可以留，他正好缺一个重建清风阁的管事。王爷，告假1个月，陛下会准吗？已经准了。今早早朝后，陛下亲口说的。摄政王难得请假，真不准。主旦府的安全由你亲自负责了。夜影，另外去一趟江南，在姑苏城外包一座临湖的客栈，时间定在下月初，包1整座。1整座？2颗都在这儿了。前世到今生，所有债都清了。姑苏，前世往北走了一辈子，今世第一次往南。阁主，清风阁重建工地已开工，预计入秋前可完成正殿。
入秋前，我从江南回来是好。从京城到姑苏，沿途经过7座城，每座城都可以停下来逛庙会，正好。你连沿途庙会的时间都查好了？不是查，是以前每次路过的都记下来，想着将来带你来的时候用得上。以前每次出城门都往北，这是第一次出了城门一路往南。南边的风情和北边确实不一样。以后可以每年往南走一趟，春天南下，秋天秋青搁北上。你上次说绑过被子，你就只安排了春天和秋天。夏天也有，去冀州摘桂花，虽然桂花是秋天的，可以提前去探路。二位客官是打京城来的吧？往南去苏搜？是，去看看桃花。以前做茶摊都是一个人，一碗茶喝完就走，从来不看风景。这次好像风景还挺好看的。风景一样，看风景的人不一样。就是这里，暗卫包了一整座，整个3月除了老板娘没有别人。一整座客栈就住2个人，人少清静。你不是说前世一直往北走，从没往头南来过？第一次往南，得好好看看。我以前喝茶从来不注意茶叶长什么样，今天才发现茶叶水里舒展开的样子还挺好看。现在不用想了，茶就是茶。故事府包着杨絮花一村子着的，桃花是直接摊开来的，生怕别人看不到。那以后春天看桃花，秋天摘瓜。在京城的时候，摄政王议事厅里连窗户都不开，现在在太湖上晒太阳，你适应的还挺快。不适应也不行，你足尖点水的频率比早朝上御史弹劾人的频率还高。这扇子挡过毒刃，挡过弩箭，第一次挡水柱。以前总觉得时间不够，仇人名单长，时间短，时间忽然清零了。我刚刚数到可以在这里变到的速度，现在数花瓣，你还真数了。后者有意思的速度。以后每年春天都来，每年数一遍花瓣飘落的步速，看它是不是真的每次都是3夕。在京城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屋顶上能看到京城，这回只有武警能高居京阁，觉得天就是天，只能再写。天不是谁的，但接下来的日子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暗卫最新飞鸽传书，北朔那边阿史那沙虎在鬼剑政变阴谋败露后，边境至少能太平无历年。那5年之内不用再往旧城，连带着伤口的源头都没。不只是神弩营，鬼剑走了，往南的路未走完。 5年，听说姑苏的城里城逛，还有松鼠桂鱼，我这辈子还没吃过。这就是姑苏的街，和京城不一样，京城街上全是叫卖声，这里的叫卖声像唱歌，吴侬软语，连讨价还价都像在念诗。京城没有这个味道，甜里带咸，还有荷叶香，姑苏人真会吃。前面那家茶楼，2楼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整个山塘街，过去喝一盏。只属于北边，清风阁在山上，山在北边。后来到了京城，京城的屋顶上才能看到全城。一个地方好不好，不但它在南在北，是看跟谁一起去。我可知道。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？高假1个月，还剩20天。20天，过去扬州看琼花，回程路过清风阁，正好赶上上梁。那你放。去了姑苏，再去扬州、杭州、镇江，回来每次都往南，也就可以去过住几天，不是每年告一次。听说西域有一种花，只在月光下开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在狼山孤独我问你，你说从离院子连蒙都吹得倒的时候就决定了。记得。我当觉得点儿，韩佛林说在长能亭中国请谈，我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决定的，只是那时候我自己还不知道。姑娘，你们下次来姑苏还住我这儿，我给你们留最好的房间，就是2楼那间，窗外桃枝伸进来的那间。一定来。下次来的时候，您教我蒸松鼠桂鱼。这就是琼花，前世听说过，从没见过。真江点书周知太之都是扬州和不一样。书上画的是5瓣的，其实是8瓣。上次扬州往杭州也，你是最瓣的，确实开来看去。你连隋炀帝挖运河是为了看琼花都知道。在摄政王府书房里看了10年书，这些书终于派上用场了。门州在渊关荷花，我骑过长江，原来2条水颜色都不一样。过了长江就是江南。波苏正殿今天上梁，江南长翡水成了，我们回去正好赶上挂笔。匾额上梁是大事。阁主，正殿已上梁，山门石柱昨日立好，只等匾额。匾呢？比我13岁刻的那块好，笔画更稳。属下在阁主身边跟了5年，学了3成比例。不整清风阁重建，第1000后也没有。恭贺阁主！起来，今天是清风阁没有贵礼，阁主还是我，管事是梅总。规矩和以前一样，只有一条和以前不一样。以前清风阁只往北看，以后4面8方哪里都可以去。入秋前铺好瓦，入冬前砌好火墙，明年开春，清风阁就可以重新收弟子了。第一批弟子从哪里来？从边关来，边关有很多孤儿，前世我也是从边关被师傅捡回来的，以后每年去一次边关，带愿意来的孩子回来。上次站在这里是挖箭头，这次站在这里，清风阁已经重建了，感觉这个崖顶的风景都变了。风景没变，站在这里的人变了。上次你是1个人来的，这次是2个人。还记得你第一次站在屋顶上看我吗？你那时候想什么？想这小骗子得看紧点。陛下，臣有一事请旨。摄政王难得请旨，何事？
臣请旨，求娶相府嫡女陆清歌，请陛下成全。准。摄政王休下临陆清歌，择吉日完婚，朕亲自主理。奉天皇帝诏曰：相府嫡女陆清歌德才兼备，秀外慧中。二人请郑王萧议和特赐婚，择吉。臣女领旨谢恩。钦此。你爹在朝堂上站了20年，今天第一次在早朝上点头点得心甘情愿。上次在狼山山谷，他把珠子解下来给我，说2颗都归我。昨天在清风阁悬崖上，我又还给他1颗，1人1颗。今天圣旨就到了，这些旧东西以后不用再翻出来看了。以后要存的东西是圣旨，是婚书，是新的东西。圣旨收到了，你什么时候在早朝上请旨的？我爹回来说，满殿都被你吓得不轻。见了谋反不知，今日倒给他1消2抗。爹当然早就知道，他说你在太和殿上请旨的时候，声音比平时上奏军情还大。后排御史听旨。那没见那个告假了，以后还有4季，日后每年告假，一辈子别告假。摄政王年陛下，萧继林的假条交给你。陆相爷、大小姐，下月初8、16、28皆为吉日。摄政王府那边传话说，日期由大小姐太迟。16正好，抽假之恩，嗨才排能去天清风阁看上瓦的进度。16，你娘当年也是16出嫁，日子一样，挺好。王爷、大小姐，祝2位百年好合。上次吃糖葫芦，这次吃石榴。16多子，这个意头好，不过1个可能不够。话说摄政王在太和殿上当宫求娶，声如洪钟，后排耳后的御史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下个月16，还有不到1个月。成婚之后，摄政王府的后院归你管，前院也归你管，书房你随便进，反正你早就随便进。我一个相府嫡女，说出去会不会有人说你惧内？去内，本敖朝堂上当面求娶的时候不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现在更不在乎，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，把王府改成清风阁分度都行。小姐，您今天真好看，比画上的仙女还好看。上次穿这么正式，是太后寿宴进宫，那次是去打仗。你娘当年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她走的时候跟你一样好看。大小姐，16，给您多子共福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你用洗清挑盖头的姿势，像是第一次做这件事，手都在抖。就是第一次，以后也只有这一次。今晚前院来了多少人？我隔着好几道墙都能听到劝酒。文武百官毫无损利不外，没事了，不要不错。爹平时不怎么喝酒，高兴的不幸的3杯酒。今天大概高兴。虽然只笑了一笑，但确实是笑了。他跟你喝了酒？他说：“王爷，属下在北朔潜伏时，从没想过会有今天。3颗玉珠，2颗是你给的，1颗是我还给你的。以后不用数了，反正都在家里。家，以前这王府只是摄政王府，从今天起是家。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在这个屋顶上，你说得看紧点儿？人在家里，跑不了。烟火是你准备的？定了1个月，每一朵石都16花。上次你说16多子意头好，这个意头得让全京城都看到。以前在朝堂上看了你无数次抽簪的动作，我以为很简单。插反了，3头白玉兰花应该朝前。今天有什么安排？婚后第1天，摄政王还要上早朝吗？王府住得惯吗？后院那株石榴树，听说是从相府移过去的，比在相府时开的还好。我们属上，后院归他管，书房有就可以。好，你娘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今天也该放心了。阁主，今年共收新弟子23人，其中11人来自边关，12人来自周边村镇，最大的16岁，最小的9岁。9岁的那个叫什么？阿林，腿再分开半寸，马步扎稳了，将来学什么都不会倒。前世那张舆图只标注了北朔，这张新的标注了北朔、西域、东海、南疆，四面八方都在这张图上了。你们开春，明年开春还有半年，这半年先把清风阁的弟子训好。阿玲的马臂再入了洞，我想教他第1套簪法，然后带他去姑苏吃松乳桂鱼。那家店老板娘还欠我们1笼蒸糕。王爷、王妃，这次是往南，先去姑苏吃松鼠桂鱼，再去杭州看西湖。告假1个月，折子陛下已经批了。阿玲昨天送行的时候说，等我回来，她的马步就能扎满1炷香了。1炷香，那得带一份好礼物回来。姑苏的松子糖，上次忘了买。姑
娘，王爷，你们又来了，正好正好，桃花开的最好的一季就是这几天，还是2楼那间房，窗外桃枝伸进来的那间。去年在这里看桃花，说每年春天都来，今年真的来了。明年也来，后年也来，每年都来。3颗玉珠，前世加今世，所有的债都还清了，所有该来的人也来了。这颗你收着，以后我们出门的时候，你1颗，我1颗，家里留1颗，没到哪里。子后面真田，南边有姑苏，京城有家。